妈妈闺蜜一家车祸去世，只留下一个女儿，我们好心收留，百般疼爱。她大学快毕业那年，忽然向我表白，我忙拒绝说只把她当妹妹，而且我已经有心爱的女孩了。哪知她当晚就在全家饭菜里下了毒，笑看我们吐血挣扎。我妈说的对，你们就是打心底里看不起我们穷人。这些年我伏低做小，为什么你还不喜欢我？死后我才知道，原来他爸妈根本就是假死，为的就是装可怜，想让女儿嫁到我家吃香喝辣。我和爸妈凄惨死去，他们一家却吃绝户，卷走我家财产，逍遥快活。再睁眼，我回到跟爸妈去火葬场参加告别仪式那天，这一次我制止了爸妈说要收养的话。妈，你和周阿姨关系那么好，最后一层的火化按钮你来按吧。装死是吧？我直接给你全家送进焚化炉殡仪馆、火葬场。沈莹娇弱地伏在我妈怀里，哭得梨花带雨。她的身前停着一张灵床，起伏的白布下面依稀可以辨别出2个人影。杨阿姨，我妈临死前说你是她最好的朋友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。我妈也红着眼眶，满脸动容，一句以后我们就是你的家人就要脱口而出。我踉跄2步，装作没站稳，撞上灵床，伸手扯住白布的一角，往下一拉，喊得撕心裂肺。沈叔叔，周阿姨，你们怎么就这么走了呀？金属轮子摩擦地面，发出刺耳的噪声，所有人的视线都被吸引过来。我趁机低头一看，不由得瞳孔紧缩，竟然真的是沈金泉和周如2个贱人。不对，上辈子我明明记得他们俩是假死，在沈莹谋夺了我们的家产后才大摇大摆的现身，还踩着我的头骂我们一家都是蠢货，怎么可能现在就死了？我定下心神细看，才发现沈金泉夫妇虽然脸色青白，头上还有血迹，但露在外面的皮肤却柔软有弹力，一点尸僵都没有。这根本不符合人体常识，他们果然是假死。爸妈，沈莹凄厉地哀嚎了一声，扑上来把我挤到一边。卓轩，你怎么毛手毛脚的？我妈气得在我背上拍了一掌，忙不迭的就要去搀扶沈莹。我隐去眼里的冷意，做出一副悲痛难忍的样子。我只是太难过了。哎，周阿姨对我们那么好，怎么突然就……沈莹已经把白布拉上去，颤抖的身躯摇摇欲坠。眼看着她想晕倒，我连忙道：妈，你和周阿姨关系那么好，最后一层的火化按钮你来按吧。笑话，想装晕让我们送她去医院，好让她假死的爸妈趁机逃跑。门都没有，沈莹身躯僵住，晕也不是，不晕也不是。周阿姨，我心口疼，这些就交给工作人员吧。沈莹眉头紧蹙，眼里盈盈的蓄着泪。一旁的工作人员适时的走上前，根据规定，遗体火化时亲属不用待在旁边。只是不用，没说不能吧？我打断他，直视面露犹豫之色的我妈，循循善诱道：妈，人都说死时亲友不送，地下灵魂难安，你跟周阿姨关系那么好，难道你忍心她一个人孤零零的上路吗？我妈眼里的犹豫变成了坚决，她拍了拍沈莹的手，走上前。卓轩说的有道理，莹莹，你在这里等一会儿，阿姨送一送你爸妈。不行，沈莹声音尖利，见众人露出惊疑的目光，才磕磕绊绊地说下去：还是我来吧，我和你一起。不等沈莹拒绝，我已经握上了灵车的把手，一步步推向火化炉。不是想假死吗？我直接送你们上路。卓轩哥，我……沈莹的脚像粘在了原地，偏偏一句话憋不出个屁来。她的神情肉眼可见的慌乱起来。眼见火化室越来越近，有个穿工作服的人气喘吁吁地跑进来：不好意思各位家属，火化炉的控制器出了点问题，需要你们等一会儿。沈莹轻舒一口气。我眯着眼打量眼前的工作人员，记下了工作牌上的名字：王成贵。没关系，多久我们都愿意等，毕竟人死为大，尽早火化才能入土为安。我刻意在人死为大上加重了读音，眼尖的看到沈莹脸上掠过一丝不满。1个多小时后，控制器的问题终于解决。沈莹哭着伏在灵床上，死活不肯让人靠近。我站在一旁，眼睁睁地看着王成贵将那2具尸体推进了火化炉。滋滋火焰的燃烧声和呜呜的哭泣声不断从炉子里传来，听得人遍体生寒。就这么烧了？我愣怔在原地，有那么几秒，几乎怀疑自己的判断。演得再真，也不能直接把2个大活人推进焚化炉吧？但那2具尸体又是怎么回事？他们肯定没死，不会是把别人的亲人。一想到这，我心里一阵恶寒。这几个缺了大德的东西，杨阿姨，我没有爸爸妈妈了。沈莹捂着胸口，眼泪珠串子似的滑落，一副悲痛欲绝的模样。一句话说的我妈眼眶泛红，疼惜之情就诧异出来了。我眯着眼睛看她，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，凶！焚化用了2个多小时，沈莹的呜咽和我妈的安慰都没停过。等王成贵走出来，我立刻走上前：等等，周阿姨的首饰你怎么没给我们？按照规定，尸体焚化前要把贵重首饰提前取出来，
王成贵神情一僵，心虚地瞟了眼沈莹，讪讪低头狡辩道：“你们送来的太急，直系亲属又没提要求。算了，卓轩哥，妈妈已经走了，我也不在乎那些身外之物。”沈莹惨白着脸打圆场：“莹莹，你还是太善良了。”我叹息，目露心疼，我是想给你留个念想。王成贵闻言明显松了口气，趁他放松下来的当口，我不经意的又问了一句：“没其他东西了？”没了。我点点头，敛去眼里的疑惑。果然，那2具尸体是假的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沈莹他妈前几年做了隆胸手术，硅胶假体那东西焚化前必须取出来，不然假体爆炸，整个炉子都要清洗一遍。去装殓骨灰的时候，沈莹的腿都在抖，她捧着一个巨大的骨灰盒出来，和身离她起码隔了半臂距离。等等，火化证明呢？我皱眉，拦下想走的王成贵。卓轩哥，我不想一遍遍经历爸妈走了的事啊！沈莹走得摇摇欲坠，趔趄一步，差点倒在地上。还好我妈眼疾手快地扶住了她。程卓轩他气得连名带姓地喊我：“你今天怎么回事？没看到莹莹都这么难过了吗？”我顶着责备的视线，义正辞严地解释：“妈，你不懂，我这都是为了她好。有了火化证才能办理遗产继承保险索赔，那都是沈莹的东西，难不成便宜了外人？而且就是盖个章的事儿，耽误不了多长时间。原来是这样。”我妈听到我的解释，眉头舒展。王成贵脸色难看，见沈莹避开他的视线，只好装模作样的拿出手机。我问问领导，他走到一边打电话，不一会儿才一脸歉疚的回来：“不好意思，领导现在在忙，要不你们改天再来吧。”这样也，沈莹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我打断：“有事？火化出问题，开个证明又出问题，你不会存心为难我们吧？你们领导呢？我要投诉！”我不满地盯着王成贵，做事要往外走。等等！王成贵急得喊出声，黑瘦的脸上夹肉抽搐，硬挤出一个笑容：“我再去催一催领导，您别投诉，我们讨生活不容易。”1刻钟后，他拿着一张火化证明回来了。确认证上的公章没问题后，我才暂时放过惴惴不安的2个人。车上，沈莹怯怯地出声：“杨阿姨，我能去你们家借宿一晚吗？”我害怕。骨灰盒就放在她旁边，散发出隐隐的阴冷气息。你不说，阿姨也会让你住下的。我妈把沈莹冰凉的手捉在怀里，贴心的想给她捂暖和点。从后视镜里看到这一幕时，我咬紧了牙关，强压心中愤怒。我妈这么掏心掏肺的对她，换来的却是七窍流血而亡。沈莹，你们一家子都该死！简单的吃过晚饭，我妈就回房睡觉了。我爸出差，要明早才能回来。没等我布置好计划，沈莹当晚就开始作妖。卓轩哥，你这儿有多余的衣服吗？咚咚咚，门外响起敲门声。沈莹娇柔的声音从门外传来。我打开门，只见沈莹身上只围了条浴巾，一只手捏着浴巾的脚捂在胸前，眼前春色玉露环修，浴巾只到大腿根，2条腿夹着不停磨蹭。她抬手把头发捋到耳朵后面，羞怯的抬眼看我：“卓轩哥，我洗澡忘了拿衣服，其他人都休息了，你能帮帮我吗？”我的嘴角抽了抽，就算知道他爸妈是假死，也为他的脑残程度震惊了2秒。爸妈骨灰都没放凉，自己就顾着勾引人了，再纯种的大孝女也做不出这种事吧。我冷笑出声：“好，我帮你。”沈莹的眼睛刷地亮起来，不等她挤进门，我已经动作迅速地拨通了电话。“喂，李阿姨吗？你送套衣服到3楼来。”沈莹过来找我说她没衣服穿，我刻意加大了音量，生怕给沈莹留下可乘之机。沈莹的脸红了又白，僵硬地后退一步。“不用了，卓轩哥，我突然想起来房间里好像有睡衣。”她脚步匆匆地消失在转角。我关门进屋，顺带反锁上，继续给刚刚聊天的人发消息。对，给我盯紧王成贵，我要他的所有资料，越详细越好。还有，明天给我多拉一支队伍，要嗓门大的。次日晨光熹微，屋子里的人通通被突如其来的哭嚎声吵醒。呜啊！哭声响起泪纷纷，想起父亲情深深，父爱如山重千钧，如今已是不复存。女人头戴白花，身穿白布，跪在昨天临时搭建的小灵堂前哭嚎，几个字哭得百转千回。他的身后，吹拉弹唱的一应俱全，尤其是吹唢呐的汉子，鼓着腮帮极卖力气。我妈一脸震惊地从楼上下来，紧接着是挂着青黑眼袋的沈莹。这是干什么呢？妈，我找了专业的哭灵队伍，风风光光的送沈叔叔和周阿姨下葬，我不需要。沈莹神色扭曲，不假思索地吼出声，或许是意识到自己的反应太剧烈，又艰难地把怒气咽回去。卓轩哥，我爸妈做事简朴，就不要铺张浪费了。话不是这么说的，莹莹，人死为大，你不是说老家的亲戚欺负你们吗？越默不作声，人家越以为你们好欺负。放心，我都安排好了，一定风风光光地送他们下葬。我语重心长地劝说，没忘了把我妈拉上。妈，你可一定要给莹莹撑好腰啊！我妈一开始还有些犹豫，听到我这么说，
立刻关切的应声：“莹莹，你放心，阿姨一定会替你做主的。”沈莹赶鸭子上架般的换上了校服，一张脸紧绷着，她几次想拒绝，都被我堵了回去。哭灵队伍一路嚎着从我家径直开到了村里，也就是沈金泉老家。从入村开始，每家每户闻声纷纷探出头来看热闹，见沈莹捧着的黑白照，个个都讶异不已。这不是沈家那个吗？都没什么消息，怎么突然就没了？哎，造孽啊！女儿才这么大点。窃窃私语声从四周不断传来，我面上悲痛，心里却笑开了花。尤其是看到沈莹恨不得钻进缝里的样子，只觉得一阵快意。既然那么想死，那我就让你们活着也跟死了一样。公墓在半山腰，我已经托人提前买好了位置。沈莹跪在墓前，不甘不愿地磕了3个响头。哭灵的人适时地喊了一嗓子：“慈父慈母走好，孝女今天拜别了。”我妈抬手抹眼泪，沈莹的脸更黑了，磕完迫不及待地站起来：“卓轩哥，我们走吧。”等等，身后响起一道粗沉的声音，几个花臂大汉面色不善地围上来，上下打量着沈莹：“你就是沈金泉女儿？你们是谁？”沈莹惊惶地瑟缩着，为首的人光着膀子，遒劲的胳膊上好几道狰狞的伤疤，一看就不是个善茬。你爸欠了我们30万，你说我们是谁？说吧，你想怎么还？那是我爸欠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沈莹慌了神，小脸煞白，却还是强撑着不肯让步。放你娘的屁！你花钱的时候怎么不说没关系？负债女偿，天经地义。讨债的人眉头一拧，表情霎时凶神恶煞起来。没钱就用你自己还。他说着，伸手就要拽沈莹。住手，不就是30万吗？我妈看不下去了，把沈莹护在身后。不就是30万吗？沈莹又不是还不起你们瞧不起谁呢？我连忙跳出来，抢在我妈之前把话说出口。热闹看够了，当然要阻止我妈上赶着当冤大头。沈莹窃喜的表情僵在脸上。卓轩顾不上和我妈解释，我扯开嗓子就骂：光天化日的你们还想直接抢人？沈莹有说过不还钱吗？沈叔叔一直标榜自己人穷志不短，就算是砸锅卖铁，他也一定会把钱还上。我义正辞严，一脸正义的往沈莹头上戴高帽。再说了，你们讨债的也要讲道义吧。沈莹今年才高3，刚成年，她只是暂时没能力挣钱，有钱了还能不还？人群里围了好几个看热闹的村民，我眼珠子一转，大义凛然道：村里人都在这儿看着呢，你们要是不信，可以现在签还债协议，沈家村出来的没有一个是孬种。好！闻言，人群中有人高声叫了声好。我一把拉过沈莹，把她拽到讨债的人面前。莹莹，别怕，哥给你撑腰。卓轩哥，我根本不知道我爸欠了钱，我也没有这么多钱。他呜呜咽咽的开始哭，指甲钻进肉里。你刚才不是还说那是你爸欠的吗？怎么又不知道了？我丝毫不惯着他，直接当众戳穿。讨债的人拿出一张借据，上面白纸黑字的写了沈金泉的名字，还印着红手印。我也不欺负你一个孤女，每个月还一笔，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。沈莹还想垂死挣扎，签啊！沈莹，沈叔叔、周阿姨都在看着呢，你想让他们死后的名声保不住吗？我压低声线，画大饼的补充了一句：你放心，我家一定会帮你的。众目睽睽下，沈莹被迫在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我掐了自己一下，怕没忍住笑出来。沈莹啊，沈莹，你的好日子在后头呢。讨债的人离开，见没有热闹可看，围观的人也渐渐散去。沈莹眼里的怨恨压也压不住。卓轩哥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是啊，莹莹下半辈子可怎么办？我妈在一旁对我的做法也颇为不满。你怎么连这么简单的道理也不懂？沈家村是沈叔叔的根，这么多村民看着，你要是赖账，不还让他们怎么想？这是做给外人看的，我妈还能不帮你不成？我毫不心虚，反而一脸指责地看着他。是这样吗？沈莹目露迷茫，见我目光笃定，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当然，我妈耳根子软，沈莹又涉世未深，很快被我3言2语糊弄了过去。回去路上，我转道就去了警察局，拿着2张火化证销户。沈莹还想推脱，但听到我说等会儿去商场挑房间家具，立刻答应了下来。就算我不同意，我妈也一定会让沈莹住进来。那还不如我开口卖她个人情，一方面安抚她，避免打草惊蛇，另一方面找出沈金泉他们假死的证据。趁着他俩逛街的功夫，我走到暗处，给底下办事的人发了条消息：我让你盯着王成贵，查的怎么样了？资料很快发到我手上。王成贵的确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，还是个干了20几年的老员工。我装成家属和殡仪馆的人套话，这个月的确有几具没人认领的遗体送过来，由他们保存火化，遗体来源还在查。我闭上眼，脑内不断梳理线索。无人认领的遗体，这么看来，王成贵没在骨灰上缺斤少两，而是把存放在殡仪馆的遗体焚烧了，完了手里带桃浆。沈金泉给了他什么好处，让他冒这么大风险犯罪？
往几个大医院那边查。我吩咐对面，这年头无人认领的遗体并不多见，警察那边查的严，大概率还是医院里的。那家殡仪馆不大，按指标1个月也就接收2、3具遗体。我正思索着，沈莹已经挽着我妈的手从商场里出来。卓轩哥，他尾音欢快，全身上下洋溢着欢喜，心情好点了。杨阿姨这么疼我，就和我妈妈一样。沈莹的神色带上一丝落寞，又故作坚强地露出一个笑容。为了你们，我也会坚强起来的。我妈更加心软，满眼心疼地摸了摸她的头。回到家时已经是傍晚，保姆做了一大桌子海鲜。晚饭后，我特意给沈莹发了条信息：晚上等我，哥哥给你看点好东西。半夜，沈莹穿着睡衣开了门，她一脸娇羞地拉住我的手，睡衣解了3颗扣子，身体不着痕迹向我贴近。卓轩哥，你想给人家看什么好东西啊？我随意垂眸，一览无遗。空的。我装作没看到，提起手上的塑料袋，啤酒瓶叮铃当啷地撞在一起。沈莹娇羞的表情凝滞在脸上。酒？对啊，莹莹，哥知道你这2天不开心，都说一醉解千愁，今晚大醉一场，就当跟过去告个别，明天开始就是新生活。沈莹眨了眨眼，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娇笑着迎合道：好啊，卓轩哥，都听你的。倒酒时，他特地看着我先喝下去，才放下顾忌，一杯接着一杯。我遮住眼底的情绪，不算太蠢，只可惜我没下毒。不一会儿，沈莹就面色潮红，她捂着嘴，摇摇晃晃地站起身。卓轩哥，我去趟厕所。我面露关切，不忘扶她一把。要我帮你叫医生吗？不用。厕所里很快传来一阵呕吐声。我拿起遗落在座位上的手机，插入芯片，默数了5秒，迅速拔下它，收进兜里。几秒后，沈莹扶着墙出来，她第一时间看向座位上的手机，似乎没发现什么，这才略带怀疑地看向我。不好意思，卓轩哥，我平时酒量很好的，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是不是因为你晚上吃太多海鲜了？我都说了让你喝慢点。我不闪不避地直视他，坦坦荡荡。沈莹目光闪烁，拿着手机在桌子底下搜索了什么，才懊恼地抬起头。原来是这样。他刻意把衣领往下拉了拉，贴上我，磨蹭着。哥，我好像有点醉了，心口跳得好快，不信你摸摸。我抽出手，在鼻子上抵了抵，露出一个尴尬的笑容。要不今天就算了，莹莹，你洗漱完早点休息。空气里飘荡着一股酸臭味，太倒胃口。沈莹想开口挽留，鼻子清秀又不甘地闭上嘴。回到房间后，我才掏出手机检查植入的病毒。屏幕上同步播放了沈莹的操作，她检查了所有聊天软件，又刷了一会儿视频才停下。我盖上手机，闭眼休息。戏台子已经搭起来，就看那几个人怎么唱了。目前沈金泉和周如已经是彻彻底底的死人，老家回不去，自己又被销了户，找不了工作，基本只能靠沈莹接济。不出我所料，没过几天，沈莹就以补课为借口问我妈要了一笔钱。下午，盯梢的人传回消息，在城里绕了一大圈，最后去了城北的烂尾楼。地方太偏，我没敢跟太近。城北烂尾楼，我在脑海里对上位置，忍不住皱起眉。如果沈金泉夫妇真躲在那儿，确实有些麻烦。那块地皮背靠山林，本来说要打造一个高档度假区，结果建了一半开发商跑路，就这么荒废了。要是不能把人一举抓获，逃进山里面，后患无穷。但眼下偏偏缺了能把他们定死的关键证据。王成贵呢？家里和殡仪馆2点一线，没发现什么异常。不过遗体来源有眉目了，应该是第2医院出去的。第2医院，沈莹一家子原先就住在第2医院的旁边，医院、遗体、殡葬馆，协助犯罪。我在纸上写下几个关键词，圈圈点点，思路越来越明晰。或许我一开始就想错了，让王成贵宁愿犯罪也要帮沈家的动机，不是什么惊天大好处，而是能威胁他的把柄。用好处打动不了一个人犯罪，可要是王成贵本身就是罪犯呢？尸体也是可以赚钱的。沈金泉有糖尿病，3天2头就往医院跑。或许他在医院发现了王成贵的勾当，自己又被追债躲无可躲，所以设了这么一个假死局。我越琢磨越觉得有可能。继续盯着，顺便查查王成贵身边的人做过的事，一定会留下痕迹。好，我合上手机，顺带把写了字的纸条销毁干净。晚饭点，沈莹拎着盒小蛋糕回来。杨阿姨，我给你带了抹茶千层。我妈喜笑颜开地接过去，还是莹莹贴心，不像卓轩那个臭小子。沈莹柔柔地笑着，转头看向我。对了，卓轩哥，我今天路过饰品店，想起你那天说的首饰，你还记得我妈是戴着什么样式的耳环走的吗？她背着光，脸上蒙了层阴影，像条伺机而动的毒蛇。她问这个干嘛？我的背上莫名泛起一股寒意，飞快回想那天瞥到的景象。周如似乎没戴耳环。不对，沈金泉那个老狐狸怕是起疑了，
我记得周阿姨常年戴着金镯子，耳环倒是没注意。怎么，你看中了什么首饰？哥给你买。我思绪纷飞，面上却不动声色。沈莹的笑真切了一些，她收回视线，伤感里带着怀念。我只是触景生情，有点想妈妈了。他妈出车祸那天，特地把首饰都取下来了，就怕剐蹭浪费。但我却让王成贵把首饰给他，实在可疑。可如果我说的首饰指的是镯子，倒还说得通。想必他爸肯定急不可耐地催他动手，毕竟事情不如原计划那般顺利。要知道，巧合太多就不是巧合了。一顿饭吃得我心头发沉。晚上，我设了特别提醒。夜半时分，沈莹被木马控制的手机终于有了动静，一条陌生短信发进来：怎么样？没发现什么，爸？你想多了吧？不，夜长梦多，你抓紧动手。这破地方，我和你妈一天也待不下去了。沈莹删删减减，回了句知道了，然后把消息全部删除。这一夜分外的长。清晨，我打着哈欠下楼，我妈和沈莹在餐桌旁等我。做贼了去了啊！让你少熬夜，你不听我妈抬手指我，一脸恨铁不成钢。妈，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儿？我鼻子翕动，东闻闻西闻闻。有吗？她疑惑地跟着闻。有，我肯定的点点头。一股臭鸡蛋味儿。我站起身，循着味道向着厨房走去。李阿姨，厨房是不是什么东西坏了？不会的，我每天都清理。我却蓦地停下脚步，突然面露惊恐。卧槽，臭鸡蛋味儿！不会是煤气泄漏了吧？屋里的人唰地站起来，所有人都出去，跑到安全距离。一行人脸上还心有余悸。李阿姨，你通知一下，让所有人回家几天，带薪休假。妈，你先回姥姥家住几天。你呢？我妈不放心地拉住我。我去酒店住，爸让我见几个客户。沈莹，你是跟我住酒店，还是跟我妈回去？我转头看向沈莹，我老家是小洋楼，面积不大。卓轩哥，我跟你住，就不麻烦老人家了。沈莹咬着唇，一脸娇羞，向我身边靠。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，和我计划的一模一样。臭鸡蛋是我藏的，为的就是把我妈支开。沈莹明显起了疑心，要是她狗急跳墙，我和我妈都很危险。我挑了家5星级酒店，开了2间豪华套房。卓轩哥，2间是不是太浪费了？沈莹靠着我，话语间更是明晃晃的暗示。你哥这点钱还是出得起的。我挥挥手，自动忽略身后黏腻算计的目光。夜晚，沈莹发来消息：哥，上次喝酒没尽兴，今晚你再陪陪我吧。一瞬间，我福至心灵，联想到他上辈子几次爬床，这是想霸王硬上弓。行啊，我应下，反手让前台给我换了个房间。本来只想远离这瘟神，再找个理由糊弄过去。沈金泉和王成贵那边已经快收网了，犯不着把自己搭进去。谁知道沈莹却给了我一个大惊喜。次日天还没亮，整层楼的客人都被惊天动地的尖叫声吵醒。啊！我找到沈莹时，房间里正鸡飞狗跳，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正拎着裤子骂骂咧咧地站在一边。沈莹用身上盖着被子，脸上还有一个巴掌印。老子以为是什么特殊服务，而且你穿成那样，不就是让人睡的吗？男人不屑地嗤了一声，朝周围大声吆喝，这女的裙子里面是真空的，喝得烂醉找上门。他一时没忍住，他一开始还哭着说不愿意，结果没搞2下就自己缠上来了。小姐都没他骚，又不是处，装哪门子的纯？污言秽语一句接着一句。沈莹一开始还在哭，后来张牙舞爪地扑上去，又踢又咬。警察来得很快，将一干人打包带去警局。了解事情经过后，我差点没忍住笑出声。沈莹为了睡我，提前喝了个半醉，谁知道我前脚刚换房间，后脚那个男人就住了进去，误会就这么发生了。为什么你要突然换房间？沈莹目光怨恨地盯着我。这可冤枉我了。我双手一摊，一脸无辜道：床打扫得不干净，所以我换了一间。我没想过用这种手段对付他，沦落到这个地步，只能说老天爷都看不过去。那你又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？沈莹的面容已经扭曲，指甲狠狠嵌进肉里。我病了呀，你不是看过监控了吗？我让快递员送了感冒药。做戏吗？当然要做全套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病了。沈莹想要扑上来，被一旁的警员眼疾手快地按了回去。程卓轩，你知道了对不对？你该死，你们一家都该死。我眸光微沉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知道什么？莹莹，你是不是受刺激了？警官，我建议你们给他做个精神检查。录完口供，我留人看着沈莹，起身离开警局。街上路灯昏暗，晨光才堪堪破晓。一辆灰色面包车停在不远处，黑色玻璃。我目光一顿，这个车牌王成贵家的。手机震动了2下，暗处的保镖发来警示消息。我迅速在心里做出决断，边走路边敲字，等走出一段距离，才在巷口停下。沈金泉从车里窜下来时，我已经不着痕迹地删除了手机里的信息。你，
我惊慌地睁大眼睛，晕过去前，瞳孔里映入沈金泉狰狞扭曲的脸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才昏沉地醒过来，入目是坑洼的水泥地。沈金泉狞笑着，手上拿着刀，周如畏缩地站在一边。程卓轩，你还是落到我手里了，你果然没死。我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，震惊之后又带上怒气。沈金泉，周如，我爸妈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地方？你竟然想出这么阴毒的办法！你 TM 闭嘴！沈金泉暴怒出声，双目狰狞，没对不起我。呸！你们这些有钱人都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，把我当朋友，为什么连那么点欠债也不愿意帮我还？你就是打心眼里看不起我们这些穷人。他神经质的碎碎念，还是周如出声打断了他。你把莹莹怎么样了？沈金泉回过神，揪住我的衣领。对，沈莹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我歪过头，讽刺的勾起嘴角。怎么发现的？哈，还不是你教的好女儿，在下葬那天就想脱衣服爬我的床喽！妈的，那个臭丫头！沈金泉登时破口大骂，骂完了又拿刀在我脖子上比划。你嚣张个屁！要不是运气不好，老子早就是千万富翁了，轮得到你们这些废物！他洋洋得意地夸耀着自己在医院听到王成贵倒卖尸体，以此为契机，一手策划这场假死局的事。都怪那小婊子太蠢，脑子拴在男人裤腰上。他确实蠢，不过比不上你。我讽刺地看着他，你说什么？刀子在我脖子上划出一条血线，沈金泉手上青筋暴起，忘恩负义又自以为是的蠢货！你他妈的，你以为老子不敢杀了你？老公，好像有人来了！周如声音尖利，不安地看向入口处。沈金泉勒住我的脖子，戒备地盯着楼梯口。你报警了？你才可！急促的呼吸声里，一行人大摇大摆地出现在门口。沈金泉，你胆子够肥啊，敢他妈耍老子！沈金泉抵在我脖子上的手吓得颤抖起来。怎么是你们？闯进来的领头人嘴里叼着烟，身后跟着10几个人，其中一个正是丧礼当天逼沈莹画押的乔三爷。我不是。沈金泉语无伦次，一旁的周如已经吓得瘫软在地上。我看准机会，重重的朝后一顶。啊！给老子上！同一时间，乔三爷一挥手，大喊了一声。身高2米的打手冲上前，一脚把沈金泉踹到地上。暗处的保镖冲到我身边，小心翼翼地用刀割断绑着我的绳子。我活动手腕，垂眼看向地上蜷成一团的沈金泉，他的求饶声越来越小，胯下溢出臊臭味，像条死狗。足足半刻钟，乔三爷才抬手让人停下来。三爷，我们真的没钱，你抓他呀！他是程氏集团的继承人。周如跪着爬到乔三爷的脚边，眼睛赤红地指着我。没钱？眼角膜、肾脏、肝脏不都是钱吗？乔三爷冷笑一声，在周如惊恐的视线中叫人堵上了他的嘴。他眯起眼睛，意味不明地看向我。程氏集团的继承人，好手段！第一次在丧礼上遇见讨债的是意外，但一次却是我叫他们来的。从始至终，我都没打算把沈金泉交给警察，蹲监狱太便宜他们了。沈金泉的手撑在地上，颤抖着想爬起来。我慢条斯理地走上前，你是不是不甘心要债的先来？我踩住沈金泉的手，在哀嚎声里漫不经心地撵着。不，你该庆幸，要是警察先来，你就要被爆头了。警察先到，我会诱使沈金泉动手，然后一枪爆了他的头。要是侥幸没死，还有监狱里无尽的折磨等着他。重生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在身边安排了保镖。如果不是我想定位沈金泉的位置，他们根本带不走我。乔老板，这2人送你了。我抬起脚，笑着看向乔三爷。我并不担心自身危险，什么人可以动，什么人不能动，他们心里清楚。乔三爷冷哼一声，权衡了几秒，才一抬下巴，带着我们走。随着警笛声疾驰着越来越近，楼外天光乍泄，阳光一点点将世界铺成金色。我龇牙，心情雀跃。走，回家。几个月后，警察回访，透露了几个消息。他们不久前捣毁了一伙黑恶势力。沈金泉和周如被救出来的时候，身体里丢了不少东西，在医院没撑2天就不行了，死相凄惨。2具尸体现在还停在太平间，连个认领的人都没有。王成贵利用遗体牟利的罪行被通报，还没等他入狱，暴怒的家属已经涌进了殡仪馆。听说有家属下手重了点，直接把他揍成了偏瘫，连生活自理也做不到。至于沈莹，精神病院走一遭后又被关进监狱，御医体检时又查出了脏病，日子越过越有盼头。乐得我多吃了2顿烧烤。一切尘埃落定后，我向爸妈原原本本地叙述了整件事的经过，然后就被我妈骂个狗血淋头，说我和家人商量，不顾自己安危。我爸倒是暗暗朝我比了个大拇指，有几分我当年的风采。我翻了个白眼朝外走，还没走出门，就听到我爸随口提了一嘴：赵平叔叔，
你还记得吗？他从国外回来了，想约我们家吃顿饭，听说他女儿和你同一个大学来着。我愣在原地。当然，你要不想见也没事。见啊，怎么不见？我回过神，心神摇曳。那可是我未来老婆，胸大腰细肤白貌美大长腿的老婆。上辈子我和女朋友是自由恋爱，结果见家长时才发现双方父母竟然认识。要不是沈莹捣乱，我早就老婆孩子热炕头了。不过现在也不晚，沈莹一家子都得到了惩罚，我们以后的日子只会越过越红火。